那么赖清德总统昨天跟我们在美国的谈判贸易代表团视讯通话50分钟，讲些什么？我们看一下。总统府稍早公布，总统赖清德昨天深夜与正在美国持续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团队视讯通话，长达50分钟。参与会议的有行政院长卓荣泰、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而在华府端则有郑丽君副院长外，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国安局长蔡明燕等人都在内。总统也在视讯会中勉励谈判团队务必维护国家产业利益，维护国民健康、粮食安全为核心任务，为国家争取合理的关税。来，伟汉，其实总统公布那个画面的，代表说现在目前总府跟在美国华府谈判的小组，那他们里面一定有谈很多现在没有办法讲的话啦。好，因为先前你知道在那个32%公布之前，那柯建铭还跟大家讲是10%，然后呢，总统太院长要叫大家安心睡，不敢再讲了。好，那也没有必要讲，反正看最后结果就好了。那现在目前我们在录影的当下就有府方人士，显然有总统府的人跟这个线上记者去说明了他们这个会议得到的结论跟方向，就是贝森特这个财政部长，他在7月6号美国时间，就是台湾时间算昨天，他上了 CNN， 他有讲了就是欧盟跟台湾赶快谈出一个这个大家能接受的那个关税，否则就回到4月2号。刚刚前面主持人给大家看的，都跟4月2号差不多。所以呢，但是后来又说印度跟欧盟也谈得差不多了。对啦，我们应该也谈得差不多啦。所以现在目前行政团队的判断就是说，我们跟那个单子上面的看起来就是，如果谈不出个结果，就是回到32、30、30，因为我们32上下嘛。刚刚那张单子是不是几乎都一样？韩国跟日本25、24。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公布这14个国家是跟4月2号差不多的。那我们是多少？没有人敢讲。现在我相信行政团队也不敢说。那当然，我们会希望是什么？20%以下，或是接近10%。还有我们那个台币汇率的问题，所以跟包含寿险业啦、工具机啦、对美贸易都会事关重要。现在目前行政团队非常谨慎，不敢对外讲，这是对的。只是说现在目前看起来，似乎行政团队也希望释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悲观呐，我们还在谈，所以呢，它未必会是一个很坏的方向。但是是不是能够谈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要给美国答应美国的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还是得等到美国真的宣布我们是多少数字以后，再来看后面的评估。因为现在你要预测它一定高于20，或者是说它一定接近原来的32，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很难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梁将军，我想现在我们台湾的团队在美国持续跟这个美方谈判那么其实，在昨天美国公布的这第一批的这个名单跟通知信当中台湾是没有列在里面。那我想根据美方昨天的说法了大概就是说，在第一批的通知名单，如果大家就是没进展或者是不成功，或者是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再必要谈了，所以在第一批就已经将这些国家的税率抵定，也已经寄出通知信。那么台湾还没有在这批名单当中，也证明了现在仍然在持续的谈判。那当然现在呢，外界有很多诸多的揣测，就说那到底是台湾跟美方之间是在哪一些议题上面，或是哪一些产业上面，大家的这个共识上面没有取得一定的平衡那我觉得这都是多余的揣测啦除非说大家觉得说产业全面开放，然后来降低关税，这是一个好的做法。但我想大家也不这么乐见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当然他就一边得面对着他要必须在我们保护台湾产业，然后还有食品安全等等的这些压力之下，同时也要面对着美方给台湾的这些压力，所以他一定是两边的互相谈判，然后互相拉锯战嘛。那所以呢，我认为在现在应该是要给政府更多的空间也不要就自己吓自己了然后制造市场的这些恐慌，因为我们看到说很多的这些国家也都在持续的谈判当中，那么现在就是两边的压力都不断的在拉锯中。梁永平，说实在的赖清德会赶快去公布一个50分钟的深夜视讯的部分，其实就表示他们感受到压力了嘛。否则的话，你就继续谈就好了。他干嘛需要去弄一个被沈大佬觉得没有什么用处的部分？他其实主要也只是让民心说有，我们还在谈。但是问题是呢，现在大家为什么会焦虑？因为第一个，台湾一直倾向对美国关税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一直有一点。算是要叫做一厢情愿吗？还是期待怎么样？就一直很倾向希望
这个关税的结果是乐观的。好，上次 Liberation Day 解放日之前呢，那个民进党放出来的消息，从柯建铭都讲10%，然后呢，卓荣泰还叫大家说关税就是赶快关灯去睡，就没想到是32%，就非常震撼人心。那这一次呢，刚才沈大佬讲的很对。绝大部分我有收集我去汇整了一下，在之前日韩关税还没有公布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财经分析师都是认为台湾的关税在15%到20%左右，而且很多人都乐观的认为是15%。即便是越南公布了，还有不少持这样的看法，认为说高也不会超过20%。可是呢，当你日韩通通25%的这个数字一出来的时候，台湾马上瞬间乐观变悲观嘛？为什么？因为大家会去想，日韩有个最简单的想法嘛，跟美国根本都是同盟国家，他们是有真正签订这个白纸黑字契约的盟友啊，结果呢，它都到25%了。而台湾跟南韩的这种竞争角色呢，是互相会转单的。上一次4月2号公布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关税比南韩的关税高的时候，我们的商业组织就出来痛苦说那台湾的单呢一定都转到韩国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跟他大概差6%左右的税率，那为了这6%，他们就会转单。那现在如果说韩国25%，那台湾呢比25%低假设跟越南一样20%好了，一样5%差距那韩国单转到台湾，那韩国不要去抗议吗？所以像这些问题，因为它有整个一个区域性的，包含还竞争问题，还不止对跟美国关系的问题。可是如果到时候台湾出来的是跟日韩差不多，或者甚至更高的话，台湾的民众不会觉得我们真是冤大头吗？因为日韩不愿做、不肯做、不肯承诺的事情，台湾通通都做了。刚才主持人也特别讲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8字都还没有1撇的那个天然管气的部分，台湾不但承诺去投资，唯一的一个，又说我们连那个 MOU 订单我们都已经同意了，我们要购买它的产量的1/3，加上我们台积电早早的又要去做1000亿美元的投资，然后还承诺要把整个晶片产业的一些上下游半导体产业都带过去，就变成我们台湾做了一大堆，然后呢不断的释放出来讯息说我们台湾加大对美国的投资，然后要一起协同跟美国一起伟大帮助美国伟大，做了这么一大堆，然后如果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想想看，台湾的民众能接受吗？那现在有一个关键点，民进党在这个时刻，要不然就是条件，他知道他吞下来的话，一定在台湾，不管是他的让步还是数字，台湾一定很难接受。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是跟拜托美国，他起码要等7月26号大罢免后，因为坏消息大罢免之后才会揭晓。有三点误区哈。第一个，我们经常都认为说，我们已经承诺这么多，我们要买这么多，我们要采购这么多，每个国家都在做。光是印尼，它去年跟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79亿，我们是739亿。它在上个礼拜已经承诺了350亿的采购承诺，但是呢，还是一样，贝科跟4月2号一样，所以先把这一点了解，大家都在做承诺，日韩也是，越南也是的，越南也是飞机什么一大堆，不得了，他花了50亿要买80架的波音，然后呢30亿的美国的农产品。第二个误区是，都觉得我们这个半导体台积电，第一个你台积电已经去了，对川普而言，他已经是拿到手上的玩具了，囊中之物了。第二点，你有没有看到韩国？韩国的三星、LG 也要去美国投资啊，但是他现在还是在25%。而且日本石破茂一直强调说，我们日本在美国投资是全世界最多的外国，我们投资那么多钱是没有错。对，所以日本现在就说，明年对美国的投资就可能会下降，因为如果日美的贸易下降的话，那投资一定会减少。那第三点就是，你看日韩还不是最后的这个 end game。25%，其实到8月1号之前，他们可能还会再降，还会再谈呢。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们跟日韩一样25%，说不定它还会有降的空间，真的很难讲说我们到底台湾现在会是多少。不过我觉得他昨天开这个晚上那个会大概他已经有一个副案，那这个副案，所以才要作为一个会议出来告诉台湾民众，
他们在 handle 这个事情。不，当然，我觉得我有一点隐隐感觉，台湾搞不好也跟越南一样，给你2个税率，一个20，一个40，类似这样。因为他怕越南转单，他不怕台湾转单吗？都是台商啊，到越南也是台商啊，对不对？我台商真的是很厉害。我告诉你，去年赚了美国700多亿美金，赚了大陆700多亿美金，都是台商。大陆赚美国将近3000亿美金，也是台商，都是台商，是两头赚啊。美国会不知道？续后再回来。好，这次啊，这个台风，没想到39年以前一次，现在39年以后从嘉义登陆，是没想到哈。然后呢，中南部的这个农业受伤蛮重的，昨天他们传照片给我看，台南的莲藕全部完蛋，莲藕农辛苦耕种1年，就希望这次收成就没有了。麻豆的文旦也是一塌糊涂，我本来以为。我本来比较惨我本来以为文旦没有，大白柚还有啊，我每年都买很多大白柚啊，大白柚它照样快洒落一地啊，树上没剩几颗都在地上，农民真的很辛苦了哈，所以为什么要替农民守好权益是很重要的哈。那说呢，在中南部呢，像末日一样那么严重我们看那个房子啊都倒成这样子哈。那南昆生的牌楼说是有12根很宝贵的块木，看到没有？一根一根一根这种柱子，12根。都12根，照理讲那个过去都能够撑住啊，这也不行，挡不住强风，整个牌楼都倒了哈。但是呢，说南昆生它牌楼倒了哈，是不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因为他今年国运签抽的时候呢，就是凶啊，猪这个官司大凶，功名无望，耕作半收，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国运签就不好。而且呢，赖清德也有10奖，他那个签里面呢也有10绝正被迫后逃，有10绝，这边有10奖，所以当然这种东西迷信的就会穿凿附会嘛。哎呀，这个好的讲的比更好，坏的讲的可能更坏，所以呢10奖破阵所以呢这个南昆生他自己那个牌楼掉了，真的蛮惨的这个倒下来那另外呢，嘉义县温室9成都毁了。台南文旦落果严重真的这样，我得到消息也是这样的那另外呢，这个灾损也蛮大的了所以呢，这个政府大概要来救助他们那另外呢，光电，我们看这个光电也要命了因为呢，原来不知道原来你看光电，就是你要把山都挖掉以后去铺这个光电板嘛，所以呢，现在就一夜风雨就现形了。这是什么？这是屏东佳冬海岸的。光电在海上的浮板的残骸了，架子了，这上面要架光电板，长得是这样了，看到没？在海上的光电板，然后呢，风一来就吹掉了，说是能源署说这是一个试验计划了，看看到时候呢，在海上太好了，就不用挖农地了，不用挖山地，海上铺光电了。问题海有潮汐啊，有风浪啊等等，你能撑多少？这个就是大问题。所以你这边看。然后呢，花了这个很多钱，现在都变成这样子，等于变成废墟，而且还这个垃圾怎么处理啊？经济部还补助了1亿元，你看这个很漂亮啊，在海上有没有光电板多好啊？风平浪静当然好啊，这个就可以发电多好啊！但是风一来怎么办呢？就不堪一击嘛，所以呢，残骸都飘在海岸上所以呢，这个高雄大树今年荔枝好。大树荔枝非常好，今天荔枝非常好吃，到处产荔枝啊，也是啊，这个山坡地给你搞得光秃秃啊，然后呢，这个土石流也冲到社区里面了，你看这个排水管呢，就搞成这个样子啊，排水管也爆裂啊，所以呢，这个柯志恩也去了，说你中央政府说不是要严格监督吗？地方政府不是要严格监督吗？严格监督是这个样子吗？现在没有人敢讲光电不对啊，都是政治正确啊，钱大量补助啊，农地就挖，然后结果就这样子满目疮痍啊，那陈其迈跑去嘉义啦，那柯志恩说那高雄都变这样，你只顾嘉义，他说我们就在不分蓝绿好吧，我们看一下。
空拍看，红色的牌楼倒了，倒在水中。飞鸟的角度看来就像是玩具小屋。其实牌楼30多公尺宽，高度有10几公尺，相当于5、6层楼高。这是台南南鯤鯓代天府。仔细看，地面上有民众涉水而行，因为高度距离看起来小如蚂蚁，对比出牌楼庙宇有多大。牌楼有40多年历史，是12根块木用古工法建造，可能基座浅，年久材质腐朽，加上风大，抵挡不了台风的吹袭，垮了下来。哦，十几级的哦，正叫，唔捌拄过这恐怖。唔捌啊。原来这里是屏东佳冬乡温丰芳寮海域沿岸，6日下午历经丹纳斯台风过后，原本应该是架在近海的黑色浮台基座，竟然不堪一击，被台风击败。事后海浪更将基座打到岸上，整条海岸线看过去都是结构体。这个就是昨天海上光电板的残骸，全部都飘来岸上。民众拍下大量黑色浮台结构体，并指控这是海上光电板的残骸，越看越气，因为历经台风后，全部都飘到岸上，造成脏乱。超级一大片，这样看过去，绵延大概有1公里，然后你看不到光电板跑去哪里。根据了解，这是经济部核定的离岸太阳光电系统浮台技术开发计划案，中央补助1亿元，而环保公司出2亿多元。这次先有环保业者先在陆地组装后，从大鹏湾搭船到佳冬外海3.1公里处，但没有设置太阳能板，主要是测试浮台抗浪情况。屏东县政府目前勒令现场停工，要求业者在限时内全面清除。不过执行3亿元的计划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度造成环境脏乱以外，也让当地民众没有办法接受。你看啊，这是麻豆的大白柚了，我们每年都订很多，我们都订很多大白柚，树上已经没有多少颗了，都在地上，哦，也很多惨啊！哎，怎样？这还我们觉得这台风真的是把很多民进党过去所费心堆砌的谎言，把它掀翻了。比方说，刚刚大家看到那个海废，那么多的海上的废弃物，接下来要怎么处理？但是我们要挖的是这下头的真相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那一大片的这些看不到光电板的那些海废，事实上呢，政府是有出资的。黄国昌委员他就去看那个财报，结果呢，他看到媒体上头说，政府出资1亿，然后这个旭东科技环保公司出资2亿元，然后呢，去把这个海面上很大的一片去建置这个光电板。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政府至少1亿掉到海里头去，不知道怎么捞回来。结果他仔细去翻财报，发现根本不止1亿，其实是高达1.3亿元。然后呢，这个补助到底怎么来的，现在不晓得，但是他却翻到了这里面的独董，有一位叫做屏东的前县长曹启宏，另外呢，还有一个独董是屏东的前环保局局长，叫做这个鲁台英。那这个旭东科技呢，有了这2个独董之后，很神奇的，2023年他们其实还是亏损的，可是到2024年政府补助了1亿元之后，接下来股价开始上涨，还有很多的新闻带动之下，股价也涨了，政府的资金也到位了，然后呢，现在开始呢好像有赚钱了，结果我们看到的状况是，这些海上头的这个光电板完全不堪一击。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跟过去的国发基金一样，每一次政府的资金要投入做投资的时候，难道没有做过先前的评估吗？台湾是一个这么多台风的地方，而且呢，其实这些不管是环保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它能不能够持久、能不能稳定，是建制这个能源系统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能源系统不是今天用1年2年，如果它今天碰到一个什么风灾巨变，结果发生了这样子的巨变，最后的损失是谁来赔？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时间点，我们竟然还看到民进党还有很多的侧翼继续在造谣，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农损，对不对？结果呢，我们就看到很多政论节目上很多的这些侧翼或者是这个民进党的官员，甚至在讲什么，说因为这个蓝白删预算。好，所以呢，删了预算之后呢，像这个农发基金被删了之后，所以呢，这个准备金、灾害准备金、2倍金都不能用了，也就是说可能会影响给农民的补贴。我们要说的是，现在是114年的附属基金预算根本还没有审，何来的现在没有钱可以用之说？更何况，就算基金预算被审掉了，有审过3读通过好了，也还有防灾准备金，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么大的灾变。导致了这么多的农损，这么多的农民遭受到这样子的这个生计受到影响的时候，竟然还有人在说大罢免大成功，因为蓝白删预算，所以呢这些补贴都没有了，到现在还在搞这些，还有。这些人谋不臧到底怎么一回事？过去其实台湾民众党团也追了很多这个光电的弊案，我们还是要一件一件的追下去。来，郑天兄，我想说，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自然他说的那个部分，其实他这间公司啊，他2023年都还在亏损。
那2024之后，它的那个上半年度它的 EPS 到3.62，然后它的股价从30几块飙到123块，123.5，然后它的后来他们去分析一下它的盈利获利是什么，就都是政府的补助。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刚刚我们在看那个现场的那个状况，你看飘了很多东西在海边，事实上它那是高密度的聚乙烯，它那就是一个塑胶的东西嘛。那真正的光电板都沉到海里去了啊，所以它那又是一个垃圾的污染，对它对于海岸线、对于那个渔产又是一个污染。所以这个东西我也不懂说它这个测试，当然他说这个是为期1年的海上测试啊，但是我想说在台湾这只是一个中台而已，还不是一个强烈台风。那这个测试当时有没有先做过预先的判断，值不值得做这个测试？那尤其是在海上，甚至台风大的时候，连船都会翻。那你这样子只是用那个高密度的聚乙烯然后把光电板放在上面，它的安全可靠性在哪里？我想也是要去了解一下。那是不是说我们政府常在做这些补贴，然后去做一些测试？事实上，这个都还是要了解啦。尤其是它里面的读懂又被发现说是前县长，然后前局长。然后再发现说一个一直在亏损的公司，其实它已经亏损很多年了。它是在1995年就成立了，这个旭东环保公司，它1995年成立，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亏损。那突然在2024就突然变成一间赚钱的公司，我想这当然是值得好好的去查，否则1亿多又浪费了。那这个维汉怎么看？这次的台风把我们台湾现在目前能源问题吹出。原本放在沙发底下的鱼骨头，梁咏琪放的那个鱼骨头吹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台湾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那么多的台风，风势很强状况之下的时候，适合做这种所谓的离岸光电。我们都讲离岸风电，对不对？这个就叫离岸光电，就说它是不是在这个土地上的余温里面，它是在海上的，所以它有一个浮架在那边。那风一吹，它就整个倒掉了。那怎么会当时政府投资1亿，然后他出2亿，也因为政府有投资啦，所以股价就飙了嘛。这个后续我觉得问题很大了，大家就去追查，不能就这样过去。但是除了这个有没有违法之外，就是能源的配比的政策上面，光电板因为我们台湾土地已经不够了，我们还缺好几个就等于半个台北市的这个土地才能够达到20%绿电的那个达标，但你找不到用地啦。那你看，像以前台南谢龙街都在讲楼地高，台南的芦竹沟，所以有2个太阳。现在呢，屏东的嘉东，我们现在讲这个嘉东它不是只有离岸光电，它是整个嘉东乡都已经是光电板了。那路上放不够，还放到海上去，是这样。那既然台湾的风这么大，遇到台风的时候它完全撑不住，适合做这个吗？这其一。其二，风电板也一样。风电板到17级风的时候，能源署都说不会有问题。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在高美湿地，现在目前还有很多叶片掉在那边还没有回收，会断掉的。所以这些风很大的时候会造成的问题，以及大树这一次的这个光电厂，你把整个山的树木都砍掉以后，它的水土保持会有问题。所以如果雨一旦来，不用风啦，雨很大的时候，它就变成土石流了。这些都是我们台湾有没有能力20%的光电。特别是不是光电，20%的绿电，光电跟风电要达到20%的时候，你所要付出的环境的代价，我觉得可以回头再讨论一下，适不适合发展这么多的绿电。我们天天喊爱台湾，爱台湾，那不是口号你要爱台湾的山水，爱台湾的土壤，爱台湾的环境，这叫爱台湾。你嘴巴讲爱台湾，那边一直破坏，叫什么爱台湾呢？老沈，我讲一下戴天府这个前面的牌楼。这个是事关民间信仰啊！我讲要很小心的，要不然会被挞伐的。这个块木台湾人叫做熊欧山，你知道？这个块木连树龄都400年以上。如果你真的是有神论的话，每一个都有神在里面的，金仙金你知不知道？那这个戴天府里面的王爷公这个太子太子到底是你们比较厉害？还是这个树神比较厉害？你们为什么这种天灾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在保护你门前的这些牌楼呢？现在那些主事者都承认要重新盖起来那个块木没得买因为台湾其实最大一批的块木不在台湾在日本。神社前面你去看过？就是台湾日本有一个神宫有一个长廊旁边一根，明治神宫吧？明治神宫里面那是台湾运过去的，都是台湾的块木
这个是被殖民以后的效果。我觉得是这样啊，南鲲山的这个庙，你要重建啊，他们说买不到最好，就不要再动这个脑筋，说一定要这么高贵的、这么很稀奇的国宝来撑你的这个牌楼。这个牌楼，所以重新就是不一定。我觉得现在很多台湾南部民间的信仰，都是靠这个信众。非常的慷慨，非常的虔诚，捐的钱，而是花的真的不成比例的奢华。我觉得这样的信仰风气，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